恭请魏夫人。皇后之尊，与地齐体，供奉天地，至诚宗庙，武临天下，故有翠星阴，将任五州，二代之龙，盖有内德。皇嗣延冕，中司延庆，现魏夫人恭谨谦让，仁德善良，不以显贵而自尽张扬，秉疏远之意，体河山之宜。子夫求段大哥，当断则断，一定要放下当年结发之情。从今以后，我只会是你的段大哥。谢谢段大哥，这是你送给我的最好的出嫁礼物，子夫安心了。爱太深，情难舍。但愿你此生身受地重，凤凰于飞，妻宜偕老。威荣昭耀，德冠后庭，有司奏议，宜称辅祖，以母照民。皇兄，我娇儿的将来全掌握在皇兄你手中了。我封疆在外，若有朝一日能入主京畿，登基称帝，一定会报答助我有功者，让娇儿重得自由。妹妹，你尽管放心好了。那妹妹尽所能为皇兄效力。刘彻这小子册封新后，正是时机。为了成就本王大事，只有牺牲一下这位新皇后了。今立魏夫人为皇后，永中天禄。臣妾谢恩。皇后请起。御史大夫张欧持节凤喜寿。为爱而娶，的确是。你最疼爱的就是你姐姐，你做什么都是为了她。翻马车，伤寒宴，是为了她；擅自离宫，为了她；多番有求于我，也是为了她。如今连自己的幸福也割舍，都是为了你的好姐姐，能当上一个美玉流芳的皇后。参见皇后。免礼。谢皇后。我今日来贺你，是要看看你做皇后有多风光，也看看你在这宝座上能坐多久。瑞兽坠落看似平常，可是坠落之处
乃长乐宫永寿殿，则颇有不祥之兆。瑞兽坠落，只因天旱物燥，木质干裂所致。宫殿有损，就该休憩；百姓遭旱，就该赈济。只懂说什么不祥之兆，是逃避卸责，漠视百姓，还是愚昧无知，枉为辅弼？只是久旱无雨，人心惶惶。如今已有淮南王刘安上书，指荆棘临灾，乃因星宿转移，出现灾星所致。禀陛下，淮南王以刘氏长辈自居，说责无旁贷，请陛下准其入朝祈福求雨。丞相，那你们认为该让刘安入京求雨吗？朕这皇叔，从来喜欢占卜求神。他若是拿来自娱消遣还可，若以此当作入京借口，妖言惑众，朕绝不允许。陛下英明。陛下英明。诸侯王入朝觐见有定时定制，此外若无天子许可，擅自入京者，皆可治以忤逆谋反之罪。何以如此严谨？为顾中央，以免诸侯王亲肆意进出，另有图谋。薛丞相，听到了吗？你回复淮南王，让他留守封地，不许入京。诺。既闹天旱，首要是纾民困。如今各地旱情如何？回陛下，目前各郡旱情有缓有急，部分郡县已是颗粒无收，存粮恐亦不足。开仓赈济，可解燃眉之急。有粮无水亦非长久之计。郎中令，臣在。你找人钻研看水之法，看能否开发水源，以解旱情。臣遵旨。启禀皇后，近日宫内宫外的种种吉凶之兆，臣妾以为宁可信其有。这些辟邪之物都是臣妾们的心意，皇后就留着图个安心吧。感谢大家的心意。不过，但凡水害双震，只因万物变化有时，风云难测，无定而至。与其为这虚无之说而自乱，倒不如大家一起想想，如何解灾缓困。朝中百官都为此事愁烦，我们身居后宫，该如何帮忙解灾呢？我们可以省水结冰。省水结冰？如今这炎热天气实在是难受，酷热难耐。若没有冰镇水果可食，该怎么熬啊？此时宫外的百姓，不少人已无净水可饮，有老者弱童焦渴而死。相对而言，我们的冰块不过用来冰镇汤饮，或纳凉降温。这是何等的奢侈！皇后的意思是，将冰块储于临室，减少用度。若继续天旱，或可成为宫中水源。冰可溶为水，必要时候，甚至能救民于水火。不错，我们节约俭用，只不过少了一些享受，却能为旱灾出一份力。臣妾愿意。臣妾也愿意。好，结冰之余还要省水，本宫就此立例，即日起各殿清水用量减半，用完要回收做洗濯，不可自行打水，更不可用冰水来嬉戏玩乐，违者必究。臣妾谨遵皇后吩咐，省水结冰，为民造福。老板没口德，客人没见识，满嘴胡说八道，再来光顾有失我太夫人的身份。要是添油盐，先让你客人走光，门庭冷清。喜娘，哎，怎么是你啊？你这妇人口舌恶毒啊，一看就是市井村妇，还自夸是什么太夫人。你是有眼无珠。哎，别说了，收敛点儿。你再这样吵下去，不只像个市井村妇，更像一个疯妇啊！你竟然帮他！你
你知道他刚才都说什么吗？说皇后一登位就闹旱灾，是皇后带来的霉气。你说我能不骂他们吗？何止是旱灾呀！他一封后，皇上的异母兄弟鲁王和长沙王就病死了。你说的是不是灾星啊？生老病死，人各有命，谁家不曾死人呢？呸！你家才死人呢！我呸！我家就是死过人呐！谁家没遇到过喜事丧事啊？遇到喜事就是自己鸿福齐天，死了人就把账算在别人头上，这是什么道理啊？就是啊，什么道理啊？猴王呢是病死的，与皇后有何干系啊？我亦可以信口开河，说你的性命与猴王相克，是你克死猴王，你冤不冤？你气候变迁，凡人难控。水旱霜震自古都有，竟将一切天灾人命都怪到一个人的身上，你这是愚昧浅薄！疯子！你骂得真好，比我还凶，比我还毒呢！你刚才还让我收敛。你呢是乱骂泄愤，我呢是劝人不受谣言所惑，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小厨工啊，你却是太夫人。要顾及身份呐。那你这个小厨工出宫来做什么？做大事啊，来给太夫人的女儿瓜内侯的夫人沈家送东西的。有劳夫人了。你们怎么突然跟我客气了？这是易叔叔带来的糕点，你们边吃边聊。夫人亲自张罗，当然要多吃点了。你以为人家只是亲自来送美食的？人家是来送温馨关怀给夫君的。易叔叔又在取笑我了。我没取笑你啊，我是在夸你啊，夸你这个关内侯夫人做得好啊。夫人，有劳你再替我们温些好酒。好，你们先聊。卫青，你也太拘谨了，我们又不是外人，你们亲你一点也不怕呀。易大叔，我们还是说回正事吧。好，那先看看我这个为老不尊却有一点睿智的小厨工能不能帮你们分忧啊？我本想通过长安这八水引水救济，可是你不是说怕耗时耗力吗？况且这八水自己尚算勉强，再引水恐怕会影响周边百姓生计。都水长等水利官员虽已在商议，但他们参详多时，仍未能定夺。引水工程耗时，难救百姓于水火，看来得另想办法。易大叔，你可否看出端倪？何时会天降甘露，解救民困？月出月落，牵引潮汐涨退，星宿生辰，影响天气变化，这一时之间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定论。皇后刚册封就遇大旱，长安城内谣言四起，恐日后越传越甚，这样对皇后不利。民心亦受迷惑，若旱情持续，灾星之说将会越传越烈。说起天象吉凶，我倒有个方法可以一试。《易经》有言：“山则通气。”为此，山野之民想出寻找水源之法，就是在郊野之地挖出坑井，将燃烧的艾草放在其中，盖其顶，观其四周。若有冒烟之处，就地打井，可得水源。这听来确是可行之法，成效如何？可惜臣以此法寻遍城南近郊各处，尚未找出水源，现正在城北各村尝试。陛下，中尉来报，京师城南守兵发现淮南王刘安已经入京。大胆！朕不让他来，他竟敢抗旨！他可带有兵马？据守兵所报，他只骑着一头毛驴，驴车上放着2个水桶，带着几名贴身侍卫，说要前往城南张家村为当地百姓求水。臣之前也曾在张家村寻觅水源，那一带井枯田旱，根本就没有水。他行藏可疑，只怕是想借旱灾滋事，另有图谋。段宏，臣在。你马上带人，请淮南王入宫见驾。他若就范，就以礼相待；若敢反抗，引百姓生乱，就以擅自入京为名就地正法。诺。
求苍天怜悯，淮南王刘安愿以淮南之水救长安百姓，求苍天怜悯。我淮南王刘安愿以淮南之水救长安的百姓。求上苍赐水！救救我们吧！臣郎中令段宏参见淮南王。见过段大人。臣奉皇上旨意，请淮南王入宫见驾。本王久未与皇上聚首，既然入京，定当入宫觐见。淮南王，请。段大人可否稍后？本王刚向上天求水，救济这里的百姓，只求静待片刻，待上天回应，自会与你入宫。不瞒淮南王，臣曾经领属下勘探过这一带水源，此井早已枯竭，难再出水，还请淮南王勿再推脱，请随臣。确实有水。感谢苍天呐！感谢苍天呐！救我大汉子民！谢苍天！太好了！他们怎么会去了长信殿？淮南王连同段大人的人马刚进宫就被皇太后派人接过去了，说什么？皇太后说，淮南王本是皇叔，又向来有贤名，入京应以家人之礼相待。他若按制朝见，朕必以礼相待。可他擅闯京畿，朕就算杀他也不为过。陛下，皇太后仁厚，恐怕就是要陛下莫轻言治罪。母后既以家人之礼相待，臣妾作为晚辈，也应该去见一见这淮南王。不如就让臣妾陪着陛下一同前去。皇上、皇后驾到！参见陛下，参见皇后。母后万安！母后万安！大家都平身。谢母后。皇嫂喜得雍容端庄的好媳妇，真是可喜可贺。还没谢过皇叔的厚礼以贺，其中养生之物很合用，哀家敏感了。间间微物，不成敬意。皇叔向来谦和恭顺，何以朕已回复让你留在丰邑，皇叔仍违逆皇命？难道忘了诸侯王不得擅入京城吗？臣知罪，陛下圣意，臣又岂敢违逆？只是听闻京畿旱灾严重，才斗胆入京。臣不带一兵一卒，只是让几名随从护送，只求为民祈愿，向天求水。皇叔虽有违国法，但也是为民求雨而来，皇帝就网开一面吧。陛下以民为先。若皇叔是因为民生而来，判罪恐怕……念在皇叔一片仁心，朕姑且免你责罚。起来吧。谢陛下。段宏，臣在。准备车马，明日派人护送淮南王出京回淮南。诺。启奏陛下，臣此次入京还有一事。如若此事未了，臣难以遵旨离京，还望陛下成全。皇叔还有何事？皇嫂，此次旱灾，全因灾星落入汉宫。身为刘家长辈，不能不竭力为皇族消灾解困，以保万民，延国祚。淮南王竟提这种虚妄之言，
凶吉之说，乃人心不定，自找未济的说辞。以淮南王的德望，何以与无知小民同论？既然人心不定，何不稍施举措，以稳民心？恳请陛下请于礼，设坛求雨。于祭之礼早已有之，设坛祭祀以安民心，亦无可厚非。谢皇太后。不过，在行于礼之前后，恳请皇后暂时离宫，以应天命。皇后乃后宫之首，岂能贸然离宫？别以为皇太后与朕念及骨肉之亲，不忍失责，你就僭越狂妄。淮南王3番4次犯上，其罪难容。回陛下，臣夜观天象，竟见天现新星，旱灾亦随之出现，使知道今后登位，实为旱魃灾星及汉室之事，祸及苍生。皇叔言下之意，我就是那旱魃灾星。荒谬！天上繁星浩瀚，残星陨落，新星显现，这些都是自然现象。皇后仁德贤淑，百姓皆知。淮南王这番污蔑之词，实属妖言惑众。皇叔真当慎言，皇后又怎会是灾星呢？臣所说皆得天神太医托梦透露玄机，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大胆！枯井求水，非常人所能。淮南王未必全是空谈妄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陛下不妨让淮南王一试，便知真假。臣求陛下为百姓苍生，让臣一试。我虽初见皇叔，却早有闻淮南王德高望重，但刚才所言实有荒诞之处。如果子夫是妖孽旱魃，以陛下英明，皇太后慧眼，怎会丝毫不察？皇后言行向来端正，处事仁厚。淮南王这妖孽灾星之说，只怕是无稽之言。圣主在先，皇母在后，乃我大汉龙脉所在。皇母若有任何灾殃，必定会惊动龙脉，国事不宁。皇后既然感念苍生，仁德有道，倘若稍一欲步离宫，就能助百姓解困，敢问皇后为何不肯呐？正因我身为皇后，一举一动皆为天下一范，更不能导黎民迷信。离宫不难，难在此去会误导苍生或与鬼神之说，则再难正视听。皇后所言正是朕意，但是敬天祭祖乃合乎人心世道，亦让百姓能心有所依。帝后夫妻情深，臣亲睹。但如若因这夫妻之情，怕皇后芳名有损，而轻百姓所急，则恐有负社稷呀。祭礼或有安民心之效，却无呼风唤雨之能。赦与不赦，与民生社稷无关。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倘若求雨无效，任陛下发落。皇叔已经许下了如此重誓，倘若皇后还不肯出宫的话，恐怕灾星之说不言自证。陛下，倘若再犹豫的话，臣愿长跪不起。皇叔不用跪，我愿出宫助你求雨。既然淮南王一心为民，以性命做担保，子夫也不会藏身深宫，而无视苍生所求。我愿压下自身的名声。
巧巧，皇子就由你来照顾，每日的膳食都要按时定量，早晚天凉，要记得替他添衣加被。诺。还要留意3位公主的功课，女工也不能怠慢。时宜这几日好像有点咳嗽，可用些药膳，如果不见好转，就照御医看看。诺。皇后既然如此牵挂皇子公主，又为何答应出宫？陛下圣安。免礼。都退下吧。诺。若不是因为你开口答应，朕绝不会任由刘安肆意妄为。陛下，臣妾若坚持留宫，一旦旱情持续，不就真成灾星了吗？若臣妾离宫，淮南王祭天，但天不下雨，其虚言妄语，不攻自破，反让百姓看清真相，免受迷惑。但若他真能呼风唤雨呢？陛下因为他以性命担保而动摇了，是吗？此人如此坚决，似乎真有些把握。若真如此，万民得救，臣妾就算担了这灾星之名又何妨？始终百姓为重。不论如何，你只要记住，朕是你的天，一定会守护你。臣妾正是深信有陛下的佑护，所以从不曾忧心。此次出宫，臣妾只当是故地重游，看看昔日生活的平阳侯府，也好与从前的姐妹们叙叙旧情。今日言语间，朕觉得姐姐好像话中有话，莫非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平阳公主素来聪明过人，又善解人意，就算有什么事，臣妾此番前去，正好姑嫂一聚，好好化解。子夫蕙质兰心，在外在内，都能替朕分忧。朕只盼此次，你能化解淮南王的妖惑之言，又能与姐姐重修旧好，一切如愿。参见皇后。参见皇后。姐姐，快快请起。你们都平身吧。谢皇后。皇后魏尊，这一声姐姐，我受不起，还是请皇后直呼我的名号比较合适。凤驾亲临，我刚才为皇后收拾打点，所以有失远迎，请皇后恕罪。姐姐哪里的话，我这次出宫，指望能故地重游，重拾昔日情怀，更欲与姐姐围炉夜话。皇后笑话了，我哪有这等福气？况且我这小小的平阳侯府，也不配皇后一驾。若不是淮南王什么灾星之说，皇后焉会屈尊光临呢？平阳公主言重了，皇后出身平阳府，怎会有屈尊之感？敢问公主，皇后的住处安排在哪里？臣好领人打点。常总管。诺，段大人这边请。你们也下去，要备酒菜的，备歌舞的，你们各自好好办。诺。还记得韩英当日事事凌人，在此逞凶伤了卫青，还要带走我们姐弟。若不是姐姐及时相护，以先祖太上皇这屏风挡驾，斥退韩嫣，子夫焉得今日尊荣？多年前的小事，已经不值一提，皇后也无需去记着。姐姐种种相护之情，子夫点滴不忘。当日公主何等气势，面对权臣，三言两语把她赶退，那种威仪令人钦佩。可惜就是眼力不足。
未能观人于微，枉费皇后吹捧。姐姐所言，子夫不解。妹妹只记得，当日在园中树下，誓言铭记，撒种之人，是吗？当日皇后没想过会一朝展翅，所以才会顺口虚应吧。但如今贵为皇后，什么撒种之意、救命之恩、相互之情，只要与自己名位一比，都不重要了吧？若有人顾念一点昔日情谊，我今日也不会在这平阳侯府了。姐姐对我一定有所误会，我们正好借此良机，好好详谈，以解心中之结。不必了，我准备马上启程，前往平阳县照顾香儿，所以恕不能相陪。今日时辰已晚，不如明日再动身。所谓思子心切，相信皇后最能够明白。如果皇后觉得我这平阳侯府冷清无趣，倒可以接你昔日的好姐妹。如今的好弟媳沈家前来相陪，姐妹作伴。姐姐，思和，跟我进去收拾，备马上路。诺。就如这棵桃树一样，我只是播下了种子，能不能够开花结果，就靠你自己了。子夫明白。你们要记住，等开花结果的时候，不要忘了当初播种之人才好。公主这么多年对我们姐弟呵护有加，我们姐弟定会铭记在心。皇后是为了公主的疏远而难受啊。卫青为情而娶，看来公主未能参透，知道她是为了姐弟之情，因此迁怒于你。弟弟为情而娶，看来此事段大哥比我还要清楚。只因卫青一次酒后吐话，我才略知一二。如今卫青另娶，公主扶持皇后引荐边将，图谋国事的谣言已不攻而破。卫青可说是求人而得人，可惜难为了他自己，也苦了公主。皇后既知公主之苦，就别介怀公主的敌意。相信假以时日，她自能理解。我又怎会因此介怀？我只是自愧无力帮他们。情爱之事，只有当事之人才能深知各种苦乐，才能做主自助。你又如何能帮？但愿他们当断则断，一切从头开始。段大哥，你看，织女星、牵牛星、天金星，3颗星正相互映照。传说中，牛郎织女本被银河阻隔，得喜鹊画桥才得以相会。这鹊桥正是织女星旁的天金星。可是如今，我总觉得启笔织女3星鼎立。启笔织女3星鼎立，但愿众星都能匹配成对，从纠缠中释然解脱。这话是段大叔教我们观星时说过的话。段大哥，是不是我的一句3星鼎立，勾起你的思妇之情？怎能不思念？多年不见，生死不知。皇上一直在派人寻找，相信你的孝义一定会感动上天，你们父子必定会有重逢之日。我也盼望上天赐我再孝敬父亲的机会。段大哥，他日重逢，你觉得段大叔会先问你什么？该是先问我母亲，然后就该问我
是否已经成家？大哥，他日重逢，段大叔若看到你成家，再有孙儿在怀，一定会倍感欣慰。为了让段大叔开心，大哥要加把劲儿了。妹妹放心，我会尽力的。不过现在我心中所想是尽快解决灾星成旱之术，还你名声，不能让那些利用天灾有所图谋之辈得逞。而我更望天降甘霖，解百姓之苦。妹妹心念百姓，天必不负。易大叔，你在看什么？云卷翻飞，随风轻移，雨快到了。晨光甚猛，看来是个艳阳天呢。易大叔，你看这蚂蚁搬家已倾巢而出了。从昨日开始，我的伤疤就发痒，每逢大雨之前就会如此。今早起来一看，就更加确定。这么说，旱灾可以缓解了。我姐姐也不会被那个淮南王再污蔑为灾星了。不对呀，姐姐已经离宫了。皇后离宫，雨就下了，不就证明皇后是灾星？哎呀，只怪我太粗心了，现在才发现这些迹象。不到2个时辰，就是雨里之期。原来下雨之象早已显现，难怪那个淮南王敢以项上人头向我。此人用尽心机，说他没有图谋。真叫人难以信服。易大叔，事到如今，该如何是好？苍天见怜，太乙先师垂悯。淮南王刘安设坛求雨，求山林川泽之神赐降甘霖，救我大汉子民。什么大汉子民？真把自己当皇上？皇上恩准设坛，一字不提。上苍怜悯，祈求死妇安然度过此关。掘地道，注水入枯井。天旱成灾，只要你在长安城南近郊找一个荒废的枯井，预先挖掘地道连接，待我入京做法之时，你就命人按从地道注水入井。那淮南王的神通，当一传10，10传100，受万民敬仰，德盖圣君。只要人心归附于我，他日起兵入主汉宫，你的娇儿可就自由了。只要我的娇儿可以脱离那个牢笼，妹妹愿倾尽所有，为皇兄效劳。你在长安财力大，人脉广，届时多找些人为我摇旗呐喊，掌握声势。好。太乙垂怜，赐降甘霖，润泽万民。赐降甘霖，润泽万民。苍天见怜，驱除汉霸，解民苦困。驱除汉霸，解民苦困。蚂蚁出穴，昆虫窜逃，风向不定，皆预先征兆。大禹本要来，可用淮南王在此虚张声势，又或是淮南王想假装做法求雨，自比神仙，欺骗百姓。足下是关内侯卫将军，在下正是。你就是皇后的弟弟，是又如何？
皇后与魏将军同气连枝，同样沾染汉魃在兴戾气，如今登坛，只怕有待于继。让求雨功亏一篑，请速速下坛，以免亵渎神明。放肆！淮南王先污蔑皇后，再让为大汉子民保家卫国的守土大将受此侮辱，将朕视作无知小儿，任由你摆布吗？你到底居心何在？陛下明鉴，臣此番求雨，全为百姓民生。皇后既接纳太医启示，愿意成全求雨而离宫，在这个关键一刻，求陛下顾念大汉黎民百姓的福祉，命沾染戾气之人离开，许余礼继续。祈天神降雨，臣为天下苍生，恳求陛下。皇兄，你不是说在城郊演一场枯井生水，等阳明之后便回淮南，准备筹谋大事？如今设坛行于礼，若横生枝节，岂不碍事？蚂蚁搬家，乌鸦唱晚，必有风雨。我甫入长安，就见此征兆，自乃天助我也，岂能不好好利用？有皇后当汉魃，再有昏君纵容，我这仙道神人才能在这正邪神魔之争中尽得民心呐！恳求陛下抚恤百姓之苦，福祉归于黎民。黎民福祉不只源于一场雨礼。淮南王鼓动百姓，故弄玄虚，不论世事，是否有贪图个人名声之嫌？还请陛下明鉴。除百姓外，臣心无别志。恳求陛下别因为夫妻之情阻挠求雨。何须求雨？只怕苍天早已开恩，甘霖将至。站住！朕倒想听听小民心声。让他上坛。谢陛下。他疯了，他疯了！这求雨圣坛怎能任人践踏？触怒天神，亦可知足爱求雨，祸及苍生百姓，罪大当诛。小民一介小小厨工，不也正是淮南王口中要保护的百姓吗？以淮南王之仁德，怎会因小民想发问几句就轻言诛杀呀？说得好，朕准你问。谢陛下。小民敬仰淮南王饱读经书，不知道淮南王可曾听闻《干石心经》中说，天上星宿自有引力，影响地上河川流动，可导致暴雨干旱，这都是自然现象，与神力无关。星宿是影响气候，但宫中人事变动却会影响星宿转移。哦，小民手中还有另外一本书，写道：设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执徐之岁，岁早旱晚水。小鸡，大荒落之岁，岁有小冰；敦赃之岁，岁大旱。敢问淮南王可知此文出处啊？这正是淮南王所作《淮南子》中的《天文训》。依淮南王自己书中所言，水旱之变年岁之间皆有循环定数，与灾星吉神无关。但如今淮南王一直说什么皇后旱魃附体，一时迷信鬼神，一时天文有据，岂不是自相矛盾？世事万物皆有变数，这次旱灾非按循环规律。自皇后离宫后，种种下雨迹象频频出现，足见皇后与旱灾有关，足以证明皇后不在，风雨便来。皇后驾到！皇后驾到！
下甚安。平身吧。谢陛下。皇后既已在此，看皇后登坛，是否如淮南王所言，天不降雨？请皇后为百姓，为社稷尽快离开祭坛。我已请得天神，即将降雨。若皇后出现，激怒了天神而甘霖断绝，岂不是害苦了百姓？皇后于心何忍？是啊，快走，请走吧，快走吧，皇后，请走吧。若我离去能换风雨，我绝不久留；即使以我性命能换甘露救万民，我也绝不苟活。但风霜雨露非一个计里能变，我乃皇室中人，也绝不容许有人妖言迷惑众生。天要降雨，非我一人能阻；天不降雨，也非你淮南王一人能变。今日你我就在此，以天作证，看看孰是孰非。愿上苍保佑我大汉子民，不祸于神鬼。我愿在此雨中同忧同欢，一同恭候甘霖，牧我百姓。皇后持伞，祈求上苍，天降甘霖，佑我万民。还请皇后速速下坛，让我再求太医。皇后持伞，祈求上苍，天降甘霖，佑我万民啊！你快走吧，别在这儿了。你们闭嘴，皇后在求雨呢。走吧。天地大好，别下雨。无论苍天降雨与否，朕都是你的天，朕会护着你。帝后同心，善行佑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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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天，请先别降雨，待皇后走了以后再降雨。帮帮我的娇儿啊，苍天！这雨下得及时，持续下去，灾情必得缓解，真是天佑汉室。最及时的，是姐姐赶在下雨前登坛，破了灾星之说。那淮南王也真是狡猾，一见到下雨，便即刻跪地谢天。就是啊，好像这雨是他求来的。他自说自话罢了，皇上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哎呀，喜娘，你当上了将军的外姑，果然不同啊，事情看得更通透了。怎么比得上你呀？忽然饱读诗书，天文地理样样都懂，就凭一条蚂蚁路
就知道大雨要来，真是神机妙算呢。哎，你明明是在夸我呀，怎么语气听起来像是讽刺呢？夸得那么不甘心呢？这次啊，我们真是拜服易叔叔呢。如果不是易叔叔，刘安的计谋就得逞了。不但皇后会成为灾星，连皇上的名声亦会受损。如今姐姐能转危为安，全仗易大叔了。哎，能转危为安，全是因为皇后心善，上天有眼。全仗易叔叔机智，以刘安之矛攻刘安之盾，用他写的天文训，让百姓看清事实，免于迷信。别再夸我了。其实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功劳，怎会全仗他呢？卫青上坛拖延的刘安祭天是义功，还有段大人保驾护航，及时将皇后送到祭坛那里。还有皇上呢，英明决断。我禀报说要下雨了，皇上便即刻部署一切，使刘安一败涂地，痛快。还有我呢，你有什么可以邀功啊？我和佳儿一直呐喊助威，说皇后持伞天降甘霖，帝后同心，善行有民，喊得声嘶力竭的，还拉着其他人一起喊呢。卫青，你说是不是应该记一功？好了，你们个个都有功，皇上一定会牢记的。皇后百米来报，说皇上召见。陛下，皇后来了。陛下圣安。参见陛下。都平身吧。先前委屈你了。有陛下英明部署，和大家协力相助，不但臣妾保住了清明，连万民也不受迷惑，臣妾不觉得委屈。段宏、卫青，你二人的功劳，真要好好赏赐。臣不敢。陛下，此次最大的功劳，应该归于易叔叔。易涵确实立了大功，若非你及时发现重蚁异动，风云变化，恐怕皇后就担了污名，汉室尊严都难保了。小人不过一介草民，只是有些民间的小智慧，能够看出天降甘霖，也能够看出帝后同心。难得你不鞠躬，但原来民间小智慧，也有干石心经和淮南子天文训。你虽是一名厨子，但学识渊博，深不可测呀。回陛下，草民只是学以致用，并非深不可测。无需谦逊。满朝文武大臣，竟不及一个厨子。看来你也非厨子这么简单吧？朕欲赏高人，但越想越不明白，高人已在皇后身边多年，为何不趁机相助于朕？难道是朕愚昧，或是朕的仁德不足以让高人效力？陛下，小人只是区区的……不用辩白了。这世上只有两种人，不为皇帝所用：一是逃避刑责的犯人，二是包藏祸心的敌人。说，你到底是哪种人？多年来潜伏皇宫，居心何在？易涵，答话！你到底是逃刑犯人，还是朕的敌人？小人不是敌人，是罪人。罪人？小人自觉罪孽深重，没有颜面自报家门，更愧于效力皇天。你有何罪？小人早年得与恩师传授医卜星象、天文地理知识，只怪小人年少气盛，自恃天资聪明，又得恩师眷顾，与师兄斗法险计，虽大胜师兄，却连累恩师受怨，被师兄害死。技不如人，就怨恨杀人，地方官员都不管的吗？罪人不敢欺君。师兄事后虽受诛，但毕竟恩师是因小人而死，所以小人从此起誓，以后隐姓埋名，与世无争，并以火烙之印明志，以切肤之痛
时刻提醒自己。陛下，臣妾愿担保奕涵为人。臣妾儿时已与奕叔叔相遇，得其不争不显、不露之慧。此后安身立命、待人处事，皆以此6字为依归。不争、不显、不露，确是皇后言行态度。如此说来，皇后统领和乐后宫，奕涵也有提点之功了。小人不敢，皇后本性仁厚，何须小人提点？这只是皇后谦虚敬老之词而已。陛下，奕叔叔不只教臣妾处世之道，臣妾深知得蒙帝宠，也得助于奕叔叔。当年水灾后断粮，皇后小小年纪，却将仅有的蒸饼相赠，救小人一命，舍己遗德，叫人折服。多年后重遇，皇后谦厚如昔，而且更见贤惠。适逢陛下驾临侯府，小人见陛下神色有情意，所以你就以一立国府，助我显身于陛下。国仆能助的，是舍身为他人者，显其贤德于陛下。只因小人深感皇后之贤，若能在陛下身边，必是万民之福。当日我出宫，奕叔叔赠我挂饰，好让陛下发现我，留住我。陛下，奕涵不止帮皇后，也教导臣各种行军为将之道。臣远征西域，可以因地制宜而取胜，奕涵也是有功劳的。你方才说要与世无争，可为何要留在宫中多年？当年奕涵仅为平凉侯府的厨房管事，是公主为了帮姐姐才把她引荐入宫。留在宫中，绝非奕涵本意。陛下，皇后早年在宫中屡遇危难，相信奕涵是为守护皇后而留下。陛下，臣妾亦敢担保，奕叔叔这么多年照应臣妾，绝无邀功之心，更无争权显明之图。你们都不用说了，你自己说。一切皆只因小人与皇后有缘，愿为皇后分忧解困，以报当年救命之恩。本来皇后母仪天下，小人以为可以告老而去，却与皇后遭奸人所愿，背负恶名，小人只好为世登坛。陛下，奕涵虽隐瞒身世，但臣敢担保，他对陛下忠心。这次若非奕涵洞悉淮南王诡计，并及时登坛揭穿，皇后恐难洗不祥之名。这次奕涵洞察先机，确实功不可没。既然你熟知天文，朕就封你为太史令。谢陛下隆恩，但小人只求皇后免于奸人所陷，百姓远离迷信蒙蔽，能稍减小人为世之咎，戴罪之身，实在愧受封赐。恳请陛下，让小人继续做一名小厨，一赎罪孽。既然你不要功名，朕就赐你宅邸，让你安居乐俗。谢陛下圣恩，小人感激不尽。可是皇后、魏将军与段大人，均待小人如同家人一般，居宅福地，又怎比得上与家人团聚？好，那朕就赐你宗籍，除了交方殿住处之外，再命卫青与段宏于府中为你辟事，让你自由进出居住。臣领旨。谢陛下宽仁体谅。再赐你千金。陛下，奕涵并非贪利之人。陛下恩赐，奕涵拜谢。小人并非贪图赏赐，只是天灾民困，小人欲以陛下赏赐，救助孤苦，求陛下恩准。起来吧。谢陛下。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心，朕就赐你长者之号，
再次善其安车，并按汉例赐你一盖，以示有功，让你家再善之余，奉旨济世安民。一函代天下百姓，谢陛下圣恩。安民有功者，朕不会领赏；但祸民生乱者，朕也不会轻易放过。启禀陛下，淮南王刘安带到。罪臣刘安向陛下请罪。请罪？擅离封地，迷惑百姓，诬陷皇后，动摇民心，你请的是哪一条啊？臣自负精通黄老之术，略识天文，梦中又得先师嘱托，为救千万黎民，所以一时情急，闯下弥天大祸。如今一场大雨，犹如当头棒喝，臣自知罪重啊！你确实罪重，所以让你身首异处。陛下仁厚，淮南王虽然有罪，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丞相之言，臣不敢苟同。若人人以救民为由，触犯法纪，那律法何用？淮南王既犯死罪，不依法论刑，何以正朝纲？陛下，罪臣修道着书，一心为民谋福祉，自立淮南，只身入京求雨，虽无不轨之心，但以报必死之志。所幸天赐甘霖，民生得保，陛下与皇后生育得彰，罪臣死而无憾，臣甘愿伏法。好，既然你认罪领死，朕成全你。来人，且慢。陛下，孟人、民为贵涉及次之，君为轻。臣虽一介武夫，也曾右承庭训，知道即使出将入相，也要以民为先。淮南王虽未遵守社稷纲纪，冒犯天子皇后，却有恩于民，望陛下三思。段大人乱借圣贤之言护短，实属荒谬。民为贵，所以要以法保民安民。若违法不成，先例一开，他日更多无法无天之事，只会伤民害民，更甚。家父常言，人谁无过，法理之中也允许将功抵过。淮南王素来贤德，护民之功罄竹难书，足以抵一次鲁莽之罪。陛下，淮南王以性命作注，可见其为民之心呐。况且淮南王年岁已高，只身入京又劳碌病弱，故云老小不当行，请陛下赦免其罪。好一句老小不当行！淮南王刘安擅离封地，迷惑百姓，诬陷皇后，论罪当斩。乃念一心为民，赦其死罪，着令即日离京。谢陛下圣恩。孤念刘安年迈，不宜长途奔波，此班纠同帐，以示老者。特准在淮南安享晚年，无需再入朝觐见。谢陛下。大王，车马已准备妥当，大王可以启程。皇上口说无需觐见，实则是不准我再进京。寡人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登此城楼，还请段大人见谅，让寡人再多看几眼长安吧。大王真乃性情中人。段大人不畏天威，为我说情，才是性情中人。段大人仗义直言，请受寡人一拜。大王请起。
段宏不敢当。其实，段某为大王说情，非因大义，是为思念。段大人有何事请说。敢问大王身上的琥珀小兽，可有来历？段大人是指这个？这事物似曾相识。家父也曾有一个相似的吊饰。是吗？难道寡人与令尊也有前缘？可惜寡人即将要走，无幸拜会令尊呐。段某早年因天灾逃难，与家父失散。段某也期盼着能再会老父。大王可曾记得好几年前，你曾救过一个男子？那人正是以此物相赠，以报救命之恩。那人与我年纪相若，如今想起来却与段大人同姓。是来自平阳县吗？正是平阳县，果是前缘呐。多年之后，此物归回他儿子。寡人来长安，原来冥冥之中是为你而来的。请问家父身在何处？当年这位兄弟身中剧毒，奄奄一息。幸亏大王试尽各种解药，又亲制豆腐食疗，为其解毒。曾听说淮南王孝义为母调制养生之时，没想到家父竟有幸一场，还因此得救。可惜呀，他康复之后留下此物便告别，如今不知所踪啊。我记得当年段兄弟说过，会定居淮南。哎，段大人，大王是家父的救命恩人，当受一拜。家父既在淮南，段某请求大王相助寻找，让父子团圆。快请起。段大人放心，寡人一定尽力替你寻父。淮南王恩情，段宏没齿难忘。段大人孝义动天，只要有我留安一日，一定尽力遂你心愿。只怕寡人此次回去也是自身难保，到时有负所托。大王何出此言？天危难测，如今皇上才怨我。今日赐我铜杖，不许进京，难保他日赐我毒酒，不让我活命。到时候为向皇上表达忠贞，寡人也只有束手待毙。大王一心为民，却因此次闯京，被皇上误会了。大王虽无叛逆之心，但有兵将城池，也是护身之道。段大人何出此言呢？朝廷准备颁布推恩令，取消爵位封地由嫡长子继承之令，准许藩王分封城池土地于其他子孙。只怕推恩为名，削嫡弱藩为实。多亏段大人提点。段宏多言了。堂堂一个郎中令，据说还是皇上的宠臣。嘿，没想到居然是个蠢材。大王三言两语就让他信以为真了。这有何难？与他相遇是天赐良机。一个小挂饰竟与他父亲拥有的相同。我只是顺势编造与他父亲的关系。哼，骨肉亲情，凡人难断呐。更何况他与父亲失散多年，情之所至，当然属于防备。说什么他也会相信。还是大王为恩人，连削藩之策都透露了。说他父亲在淮南，他以后自然会主动来亲近。他是郎中令，手握长安，守卫重权，能与此人相交，日后必有大用啊！大王英明。说什么济世为民，
其实是包藏祸心。若是贤德，怎会你一提起那事物，就迫不及待的邀功拉拢？其实臣出身贫寒，家父怎会有这种珍惜之物？是他太过急于求成，也不细想便想与臣扯关系。看来刘安单骑进京，设坛求雨，诬陷皇后，背后肯定有阴谋，且非一朝一夕之事。将一切连起来，臣不禁觉得，当日冠夫与窦丞相所指，有人与田汾勾结谋反，说的就是淮南王。朕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不得不放他走。只怕他以仁德之名，早已与不少朝臣藩王相通勾结，加上他的儿子兄弟还在淮南，不知坐拥了多少兵马粮草。如今旱灾刚缓，边患未除，卫青又快要出征，若藩王再作乱，情况堪忧。陛下这缓兵之计是不得不为。希望这次放他走，能以他作饵，牵出其他乱臣党羽，让朕敬拜良机，一举连根拔起。要不然陛下先前在殿上随便一条罪名，都要他死千次万次。只辛苦你配合朕演这场戏，假扮与刘安交好，恐怕日后会给你惹来私通叛党的误解攻击。为国除害，为窦丞相与冠夫报仇，臣誓死不辞。哎呀，出去走一趟就是累，还要一包米一包米的拿给灾民。哎呀！太夫人若是嫌累呢，就该留在府里，无需出来干这等苦差嘛。还好没把你这身锦衣弄脏，不然的话我可赔不起啊。哼，我女婿出征，我当然要出去做做善事，沾沾福气，保他平安嘛。哦，既然如此，你下次就该多出点力。哎呀，这玉镯不错，可以给灾民。哎，这是皇太后赐我的，不能变卖转送，否则不敬之罪，我可担当不起啊。那这耳环，这是佳儿送我的。这发簪呢？灾民要发簪做什么？又不能当米粮吃。哎呀，你这件也舍不得，那件也舍不得，你怎么行善啊？有福气怕你也沾不上啊！哎，方才那些村民还一直说谢谢太夫人，太夫人万福。是，太夫人平常不做善事，如今一做善事就有喜了。呸！我哪有什么喜啊？别以为你是皇上封的长者就可以胡乱说话。哎呀，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说你的女儿佳儿有喜了。我女儿有喜，谁都看得出来。她肚子都那么大了，还需要你说吗？那你又知不知道她这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这个你也会算，是男还是女？快告诉我。是男还是女？都是喜，有这么重要吗？你是存心戏弄我，是你先开的头。你说是男还是女？不然跟你没完。说。生了，太夫人，夫人进宫看皇后时，在宫里生了，是男还是女？是男孩，母子平安。哎呀，真是苍天必应，果然积善之家必有大喜。好。哎呀！公主，这玉璧若有不满意的地方，小的一定会尽快修改好，按时让公主带回长安。不用，只要再擦拭的光亮明净一点就好了。诺。魏将军班师回朝了，汉军又打胜仗了！太好了，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是啊，魏将军骁勇善战，他回长安途中，沿途一定全都是为他高兴欢呼的百姓。我大汉又打了一次大胜仗，实在可喜可贺。今晚侯王百官庆功大宴前，朕想先与家人唱句。卫青，臣在。边疆隐患暂除，属你功劳最大。你姐姐和夫人都以你为荣，朕就在他们面前
封你为长平侯。谢陛下圣恩，臣必当竭力尽忠，报效陛下。好。魏将军真是双喜，孩子也刚出生，取了名字吗？回皇太后还未取名。这是卫青的第一个孩子，就由朕亲自替他取个好名吧。谢陛下圣恩。你看，抗字可好？治抗之，好勇正直。谢陛下祝福这个孩子。还取抗的相配之意，寓意他的父母伉俪情深。抗字两个意思都好，孩子就叫魏抗，你们没有异议吧？魏抗很好，谢陛下赐名。谢陛下恩典。启禀陛下，汝阴侯求见。传。诺。汝阴侯夏侯颇，参见陛下。免礼。国宴时辰未到，汝阴侯好早。臣因知陛下有家具，特意提前到来，为拜见皇太后与陛下诸位亲人。听闻魏将军骁勇善战，又一次为国取胜，臣在此贺魏将军凯旋归来。陛下，汝阴地虽小，但臣仍望为社稷出力，愿将此年封地的收入献给汉军，做粮饷之用。封地收入本用作侯爵俸禄，如今你在纳贡之外进献俸禄，真是难得。他日汉军再捷，朕必论你一功。夏侯颇不为功勋，只求与公主说几句话。说吧。听闻公主一直为小君侯寻觅良师，汝阴有一位文武皆精的能士，名叫桑衣。这桑衣以仁德闻名。当年皇帝刚出世的时候，你们父皇就想召他来当太傅。儿臣也听母后提过，但这人不求功名，宁愿隐退田园，修身养性。哪怕王亲贵胄去求他，他都不肯出山相教。臣已说服这位贤士，到平阳县做小君侯的老师，此来公主就可安心，务需再为小君侯忧心，而奔走于长安、平阳两地，心疲力竭。这可真是厚礼啊！从来侯王上贡之物都没有你这里珍贵厚重啊！皇太后，夏侯颇斗胆问一问，如果以此作为聘礼，未知是否不够诚意？臣仰慕公主多时，愿一生相互相随。求皇太后恩准，求陛下成全，为臣赐婚。汝阴侯既心系朝廷，又肯为公主分忧，此事朕并无异议。可朕虽为一国之君，姐姐的姻缘还是要姐姐自己定夺。不知公主心意如何？请陛下成全。准奏。